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烦恼是道场。一般人都认为呢，佛堂跟禅堂才是道场其实不然真正修行的道场不是在寺庙的佛堂里，而是在人群中、工作中以及心中甚至连医院、学校、职场、灾区、厨房、大街小巷等等都是修行的道场所谓无人不是法，无处不道场这个无人不是法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无论是善良的人或者恶劣的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善良的人能启发我们恶劣的人能够警惕我们。所以不止三人行必有我师即使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我们的老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本经藏那无处不道场的意思是，任何时间或地点，只要我们有一颗修行或学习的心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道场甚至烦恼来的时候，能激发我们用智慧来面对它，来转化它，让它成为转苦为乐的助力这样连烦恼也是道场所以才说无处不道场我们平常最怕都是烦恼觉得它好像毒药一样会让人痛苦不堪对。但是大家知道吗？毒药本身会害人然而如果会妙用它，毒药也可能变成解药古代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被毒蛇咬伤了痛到不行他怨恨埋怨毒蛇差一点把他让他没命结果遇到一位老药师这药师告诉他，能救你命的解药呢，就藏在毒蛇的毒液里年轻人半信半疑但药师真的用毒蛇里面的毒液呢，配合这个草药救回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害人的东西也可能是救人的东西关键就在于你会不会把它妙用。烦恼也是一样会利用的人烦恼是药，不会利用的人烦恼是毒，因此才说烦恼是毒，不悟则苦烦恼是药，善用成道当我们遇到令人生气或者被误解、被冤枉跟受到挫折，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不会利用的人会耿耿于怀，难过好几天懂得利用的人会把它当作镜子，因为他了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个道理一定是事出有因其中必有缘故，不能怪别人，要反观自省否则这些倒霉的事情怎么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别人却没事呢？其实这个就是业障如果我们只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那烦恼就是毒药相反的，我们把它当作修炼忍辱跟培养智慧的机会，那这样的心态反而让自己的心智成长得更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所以烦恼是毒药还是解药，就跟天堂跟地狱一样都是一念之间佛家讲烦恼是道场，是在点醒我们修行虽然要解脱烦恼或者消除烦恼但是并不是要我们逃离烦恼而是强调要在烦恼中修出智慧跟解脱，让烦恼转化为菩提的。要这样就要懂得利用烦恼，而不是逃离烦恼举个例子讲，大家很清楚，就好像莲花要利用污泥莲花不能逃离污泥道理是一样的嘛，这样一听就懂嘛，对。那没有贪念就不会学到知足，没有嗔怒就学不到忍辱，没有痴迷就不会想去追求智慧嘛。同理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没有污泥就没有莲花因为烦恼就是菩提嘛，烦恼甚至是成佛的种子
因此才说烦恼是道场啊。当烦恼出现时啊，就好像老师出现一样啊，老师来了哦，逼着你必须去面对啊，必须去跟他互动啊，烦恼来了，你必须想办法去对付他，去转化他。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就是想要修行的开始的啦，那这个也是修炼的必经之路啊。烦恼是人皆有之，如果没有烦恼，就好像练武的人没有对手一样哦。拳脚再怎么样漂亮，也不会进步啊。这就好像队伍在这个很多球队啊，在这个球季过后啊，或足球队或者棒球队都好啊，他们主动要去找机会，跟国内或者国外的球队举行友谊赛或者热身赛啊，来保持战力啊。那人生也是要如此不断的接受磨练跟挑战，即使年纪大了，还是要老而有修啊，否则就会变成老不休啊。那烦恼不只是人皆有之，而且还烦恼无尽，也因此必须有法门无量来对治它。也因此呢，经文不但说众生烦恼无尽誓愿断，同时也强调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无量法门来对治无尽烦恼啊，就是这个意思嘛。那苦也是一样的道理哦，苦也是道场甚至要以苦为师啊。以佛法来讲，苦跟烦恼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佛陀甚至把苦当作修行的基础嘛。四圣谛的第一谛就是苦谛，不是吗？对人生是苦或人生无常没有感觉，那这个就很难修行了。因为如果没有苦，就很容易迷醉在安逸里呀。那生活太安逸的人也很容易懒散啊。这样要觉醒跟修行就比较困难一点了，也才说富贵学道难，不是吗？然而如果太过苦，有时也是很难修行的哦。因此佛教才说修行最好带3分的苦。为什么是3分而不是10分呢？因为10分的苦太重了啦，容易把人压垮，而失去修行的勇气的，不敢修行。但是没有苦又不行哦，容易沉迷在享乐而缺少警惕。因此3分是刚刚好啊，不但能保持生活的安定，也能提醒自己要精进啊。同样的道理啊，懂得喝茶的人也都很清楚啊。好茶也是要带3分苦，才会回甘；运动也是要带3分的酸痛，肌肉才会增长啦。那种酸是很舒服的，那种苦是很干的。对，道理都是一样。苦是人生的本质啊，就像苦也是苦瓜的本质一样啊。苦瓜不会因为我们把它泡过圣水，或者放在佛堂里面拜过而变成甜的。只要是投胎做人，就注定8大苦，没有一个我们逃得掉了。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业报身嘛，是来受业报的。甚至不顺心跟不能尽如人意的事情也很多啊。因此佛陀才提醒我们，娑婆世界是一个堪忍的世界，就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是苦嘛。我们前一阵子在巡回讲座的时候有讲一句话，上人每天早上起来提醒自己2件事情，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堪忍嘛。这个是很多人点阅啊，所以堪忍很重要啊。想要苦尽甘来，就必须学会堪忍，所以苦也是修炼身心的道场啊。不止如此，苦难跟灾难更是菩萨的道场哦。因为有苦难才会见证慈悲嘛，因为需要人伸出援手啊，一方有难十方驰援，不是吗？对，所以苦难跟灾难也是道场啊。维摩诘经里面有一句经典名句啊，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意思是说，如果菩萨想要成就清净的佛土就要先清净自己的心随着自己的心清净了
那么佛土自然也就跟着清净。那舍利弗听到这句话，心中感到很纳闷哦，他就问佛陀：如果说他问佛陀说，如果菩萨的心地是清净，则佛土也会清净。那这样难道佛在做菩萨的时候，心是不够清净的吗？否则为什么当下我们所处的这片佛土还是这么不清净呢？舍利弗很疑惑问佛陀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佛在世的时候，那时候人间也不是很清净的啊，人心也是很险恶的啊。那照这样讲，难道佛陀的心也是不清净的吗？否则当时的佛土为什么那么不清净呢？那舍利弗用这样的逻辑来反问佛陀。然而舍利弗只是小圣的智慧第一而已啊，佛陀可是倒驾慈航的大觉者啊，是大圣的最高境界啊。看到舍利弗心中有这样的疑惑呢，于是佛陀现在过来反问舍利弗了，就问他：舍利弗，日月能发光啊，也能普照大地啊，但是盲者看不见日月之光啊，难道这是日月的问题吗？舍利弗回答说：不是的，是因为盲者自己眼睛看不到东西，所以这个不是日月的问题。这个时候佛陀讲话了啦：众生看不见如来佛土的清净庄严，那是因为被业障所遮蔽呀。舍利弗啊，如来的佛土本来就是清净庄严的，是你自己没有看见而已。意思是说，舍利弗啊，你看不到净土，不是没有净土，那是因为你没有慧眼、佛眼跟法眼呐。那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都有这样的盲点哦，何况是一介凡夫的我们呐，实在是令人警惕呀。净土不在天边，而是在眼前。心净去哪里都是净土，心不净去哪里都是秽土。心净则看到的境界都是佛境，心不净则看到的境界都是魔境。同理，心地清净，就能把别人看得很烦恼的境界，我们把它看得很欢喜；也能把别人看得很讨厌的境界，我们把它看得很感恩哦。这叫存乎一心。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当烦恼一出现，并不是马上要把它消灭掉，而是要从中看出真相，也就是说，先接受它，再进一步去了解它的缘起，并加以对治跟利用。而当我们可以把困难当作大力丸，可以把烦恼转化为菩提的时候，这个时候烦恼就变成佛法的助力的，这个叫做借力使力的。我们举例来讲，大家会更清楚。同事或朋友对我们有误解，甚至在背后批评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心生不悦，很不开心。如果没有佛法的修炼的话，可能就会反击回去哦，或急于解释啊，甚至抱怨连连呐。然而，懂得借佛法来借力使力的人呢，他会把这些烦恼当作修炼安忍跟包容的道场，并从中来反观自问哦，造成这样的误解，会不会是我讲话有不清楚或不圆融的地方呢？我要不要被这样的情绪或情境牵着鼻子走呢？能这样冷静思维的过程，就是在烦恼中修行了，也就是把烦恼当道场。再举一个例子啊，碰到别人对我们发脾气啊，或对我们很不尊重啊，有受过佛法教化的人，都有可能忍不住一时而火烧功德林哦。那没有受佛法教化的人，那就更难说了哦。这个时候，如果双方是情绪对情绪啊，谁怕谁啊？乌龟怕铁锤啊，那肯定是火上加油，造成冲突啊。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忍住一时，让自己先成为安忍不动、稳定的那一方啊，这样就能风平浪静了。这种被触怒而不随之起舞的训练，就是道场。还可以举一个我们经常碰到的例子啊，我们都开车不是吗？
那有人超我们的车还乱按喇叭，那我们的心都会很不爽啊，甚至给你比中指啊，对不对？那没修的人会超回去，并且按更大声的喇叭。那有修行的人会警惕自己，哎呀，争一口气会祸事临头啊，礼让给他吧，不动怒，那可能他真的是很急呀，善解他。那把这些道理用在志工团体也是通哦。例如我们很认真付出，却有人抢功，变成他的功劳，或者明明自己很有才华，但却怀才不遇，不被重视啊，不被重用啊。那这个时候没修的人就会觉得很不公平，甚至怀疑人生。但是有修的人呢，他会告诉自己哎呀，低调不会埋没一个人的功劳啦，更不会埋没一个人的才华啦。他也会警惕自己，怀才就好像怀孕一样时间久了一定会被发现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想烦恼就好像泥巴嘛，泥巴本来就很肮脏的，不是吗？但偏偏清净的莲花必须从污泥中去开放，没有泥巴哪来的莲花呢？其实有问题也是好事一桩，烦恼都可以是成佛的种子了，问题更可以是菩提的种子嘛，不是吗？所以才说心迷起问题，心悟则不迷，转境从心起，问题变菩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欲境不逃，当下是场，逆风吹面，正磨星光转心则安，烦恼成凉莲出污泥，菩提自芳这句话不必解释大家一看就懂了这是一句颇有禅意的金句所以每一个烦恼就是一个菩提，很多烦恼就是菩提成林然而菩提成林，菩提林立同根生同根生就是什么？同一个来源万法归宗的意思那烦恼也好，问题也好，虽然形态不一样，但正确答案跟所遵循的中心思想是同一个，就是殊途同归嘛。以慈济的法门来讲，叫做净思法脉，这个法脉就是重头因此呢，有时候即使烦恼很烦人或者问题很艰深但经过解释后，一旦能够茅塞顿开，惑障捐除最后还是会雾散云开，见青天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心悟就自在。相反的，如果还是一直执迷不悟那就是心迷就会苦所以当我们碰到困境、冲突或情绪波动的时候，不是马上排斥它而是要把这些烦恼当作修炼的教材，利用它来锻炼我们的心智这样才是心明妙法生好，我们今晚读书会烦恼是道场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